欢迎回到北京大学生物信息学导论与方法网上课程。我是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高歌。下面让我们继续第5周的课程。在上一节中，我们对深度测序的技术概况、性能特点以及在生物学中的典型应用进行了介绍。本节里，我们将从 Race Mapping 开始，介绍深度测序数据分析中使用的主要生物信息学方法。顾名思义， Race Mapping 是指将测序得到的 DNA 片段，也就是 Race 定位在基因组上。通过 Race Mapping， 在克服了深度测序产生的 Race 过短导致的技术困难的同时，也方便利用基因组位置作为桥梁，来将测序得到的数据与前期研究产生的注释结果进行有机的整合。Race Mapping 往往被作为深度测序数据分析的第一步，其质量的好坏以及速度的快慢都会直接对后续的分析产生影响。本质上 Race Mapping 还是一个双序列比对问题，但深度测序技术的特点使之与我们之前提到的经典双序列比对问题存在着较大的不同。首先是序列的长度，在之前的 Needleman-Wunsch 以及 Smith-Waterman 算法中，我们都是假定用于比较的两条序列在长度上相差不大，但在 Race Mapping 过程中，两者的长度却有着跨数量级的差异。 Race 的长度通常不超过100 bp， 而参考基因组却通常在上百兆 B。 其次是数据量，深度测序产生的 Race 动辄达到几百个 GB， 相当于几十个人类基因组。第三个问题是数据质量，在双序列比对中，我们通常假定输入序列本身不会有错，但目前深度测序所产生的 Race 质量却参差不齐，错误率较高。与之前双序列比对过程中两条序列的地位对等不同，在 Race Mapping 过程中，相对于基因组来说， Race 可以被认为是完全先入其中的。事实上，我们这里所需要的是一个混合的全局比对和局部比对的混合型的 alignment。 对于 Race 来说是 global alignment， 而对于基因组来说则是一个局部的比对。于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直观的想法，就是在上周讲到的比对以马可夫模型中进行一些调整。例如，我们可以降低向短序列上的 gap 状态的转移概率，甚至呢将相关状态直接挪掉。但是这个方法虽然可以强制避免对短序列上过高的罚分，但同时呢它也会影响最终比对的质量，而且呢它的计算量也非常之大。事实上，我们考虑到除了少数多拷贝的基因之外，一个给定的 read 通常只会来自于基因组上的特定位置，就可以预料到从绝大部分起始的尝试最终都会是无效的，这也导致了时间的巨大浪费。因此我们需要借鉴 BLAS 的思路来采用 seeding and extending 的策略。具体来说，我们首先通过对基因组建立索引，从而将 read 快速的定位，而后再通过标准动态规划算法来构建最终的 alignment。 那么所谓的索引本质上就是对数据的分组，基于对原始数据中的 key 应用索引函数来进行处理，可以将原始数据划分为若干更小的组，并通过将与 key 相关的检索限制在某个小组里，来缩小搜索空间，从而降低搜索的时间。那么一个好的索引函数应该尽力来确保划分后的数据组大小相等，这样可以更好的降低平均的检索时间。哈希是一种很常用的索引方法，通过对原始数据中的 key 应用哈希函数计算出的值作为索引地址，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只需要一个常数时间，也就是 O1，
就可以完成数据的查找。例如，对于一段基因组序列，我们可以首先参考 BLAST 思路，将之切分成若干的 seed 片段，而后针对每一个 seed 片段计算其哈希值作为其在索引表中的地址，并在地址表中保存这段序列及其在基因组中的坐标。这样，在 RIS 中再出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地址表中迅速地找到其在基因组上出现的位置。在 RIS Mapping 过程中，为了提高灵敏度，通常我们会允许若干碱基的错配。这时，我们就可以依据抽匣原理，将 read 划分成若干不重叠的块。例如，我们将 reads 均分成3个不重叠的块，那么就可以确保在错配不超过2个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片段可以作为与基因组完全匹配的种子来查询索引，从而大大提高了 read mapping 的速率。因此 Eland、SOAP1、Mike 等早期的 RIS mapping 算法均广泛应用了这一思路。但是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想到，如果搜索的时候允许较多的错配位点，就需要把序列分解成很多小的区块，那这会导致性能的急剧下降。因此，从09年开始，数据压缩算法中常用的前缀数与后缀数开始被应用于 RIS mapping。那么这些数据结构通过合并共享子串，降低内存消耗，并且可以方便的实现对最长公共子串的查找。例如，目前流行的 Bowtie、BWA、SOAP3 等工具均采用了基于后缀的 BWT 转换，可以逐位对比对片段进行延伸，大大提高了内存利用的效率和比对的速度。那么在通过索引查找到相应的种子 hit 之后，我们就可以参照之前 BLAST 的思路，向左右2个方向延伸扩展之后应用动态规划算法来确定最后的比对。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和 BLAST 数据库搜索不同的是，目前新一代测序技术的错误率还很高。对于一个错配位点，我们就需要考虑它是由测序错误引起的假象的可能性。因此，李恒和 Richard Durbin 在08年提出了 Mapping Quality 分数的概念，来处理这一问题。具体来说，我们首先假定所有看到的错配都是由于测序错误引起的。那么这个时候的概率就是各个错配碱基所对应的概率乘积。我们将其做过 log transformation 之后的数值称之为 SQ。那么在对所有的可能的 mapping 位置我们都计算了一个相应的 SQ 值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对每个位置计算出错误 mapping 的概率 E。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计算 E 的时候是同时考虑了序列的相似程度和测序质量。因此在实际的数据分析中，我们会更多的使用 mapping quality， 而不是序列比对分数来筛选真正的 RIS mapping 的位置。那么当将测序得到的 RIS 正确 map 到基因组之后，就可以开始来鉴定遗传变异。根据遗传变异的尺寸，我们可以将之分为在单个碱基水平的单核苷酸变异，也就是 SNV， 和涉及到多个碱基的结构变异 SV。 那么 SNV 又可以继续划分为碱基替换，也就是常说的 SNP， 以及indel。 那么结构变异也可以再划分成大尺度的插入和删除、导转、异位以及拷贝数变异等等多种类型。那么在目前的遗传分析中， SNP 是最常涉及到的遗传变异，因此我们接下来也以 SNP 鉴定为例，简要的来介绍一下遗传变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那么为了后续讲述方便，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概念。
虽然呢，两者在实践中通常会放在一起，但是严格来说的话呢 ，SNP 的 calling 只是确定哪个基因组的位点存在变异，并不涉及到具体对应位点的基因型。而 genotyping 则是在 SNP calling 的基础上，进一步呢确定变异位点的基因型，包括呢是纯合的还是杂合的等等这些。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在 RIS 被正确 map 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呢直接参考特定位点上的 map 的 RIS， 运用的经验规则来呢基于计数的方法同时完成 SNP calling 和 genotyping。 例如在基于测序质量去掉不可靠的剪辑之后，我们可以粗略地将突变位点的频率小于 20% 或大于 80% 的作为纯合的变异位点，而将频率位于 20% 到 80% 的作为杂合变异位点。那么事实上，这个简单的规则在测序深度较深的纯合变异位点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对于杂合位点以及呢测序深度不太高的位点则差强人意。同时呢，这种朴素的方法严重依赖于主观选取的参数，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20、80，它呢无法对结果的可靠性给出一个客观性的度量。因此，在实践中，基于概率的 SNP calling 和 genotyping 的模型更为常用。我们下面呢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概率模型来演示一下。那么对于一个2倍体基因组，一个位点可能的基因型只有3种，大 A 大 A、大 A 小 a 以及呢小 a 小 a。那么假定说我们在一个实际的测序中，我们在这个位点上看到了 k 条的 RIS 是大 A， 而 n 减 k 条的 RIS 呢就是小 a。那么如果真实的基因型是大 A 大 A， 这里呢 n 减 k 条为小 a 的 RIS 就必然是测序错误。那么对应的概率呢，就是相应的 n 减 k 条 RIS 在这个位点测序错误概率的乘积。类似的，如果真实的基因型是小 a 小 a， 那么对应的概率呢，就是 k 条为大 A 的 RIS 在这个位点测序错误概率的乘积。那么最后，根据概率的性质，我们可以知道呢，真实的基因型为大 A 小 a 的时候的概率就正好是1减去前两者的和。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能够基于背景知识确定呢每种基因型在人群中的分布的先应概率我们呢就可以利用贝叶斯公式来计算相应的后验概率，来呢进一步提高 genotyping 准确度。当然，真实使用的 genotyping 模型要考虑的因素远较这个大大简化了的模型为多，但其基本的思想呢是类似的。我们的课程助教及实验室其他同学已经就常用的 RIS Mapping 工具软件 BWA 和 genotyping 软件 GATK 的基本使用方法与思路录制了专题的视频，作为课程的补充材料上传到网络上，供大家参考。好，那么本周内容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